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就会发现在有关开源项目的内容里，我经常会提到一个词 Docker， 就好像只要是开源项目使用了 Docker， 再加上一条命令，就能无视操作系统、环境和依赖，直接跑起来一样。但很多人可能至今都不知道 Docker 到底是什么，它应该怎么用，为什么它会被认为是近10几年来改变软件行业的技术，为什么我会推荐软件爱好者和程序员都尽可能掌握它的基础用法。看完本期视频，你就能得到答案。注意，本期视频的目标是完全不会使用 Docker 的观众。如果你已经熟练掌握，下面的内容会过于基础。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假如你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而我是你的管家，我们需要一起解决你吃饭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对我来说，最方便的办法就是随手拿个袋子，把蔬菜、肉和调料一股脑放进去，然后直接给你。但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这种操作对我来说是方便了，但对你却不一定。首先，你想要的是直接吃，并不是想自己炒菜，或者你根本就不会做饭。其次，番茄炒蛋需要炒锅，番茄鸡蛋汤却需要用汤锅。如果强行使用一个锅，很容易做出来黑暗料理，甚至把锅都给弄坏了。最后，有的菜在我这儿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是你按照同样的菜谱，可能受火候、厨具或者手艺的影响，却很难做出来。面对这个问题，有2种解决方案：一是你去请专业的厨师，并且购买多套不同的厨具；二是我直接把菜做好，分类放在不同的饭盒里，你吃的时候打开微波炉加热一下就行了。第2种方案显然是成本更低且更方便的。在软件领域也会有同样的问题，我想要使用软件 X， 但它必须依赖软件 A、B、C、D 才能运行起来，但是我并没有把它们全部配置好的能力。换到前面的例子，就是我根本不会炒菜。其次，我千辛万苦把 X 运行起来了，后面因为工作需要，我又要用到软件 Y， 但这时却发现 X 和 Y 不兼容，根本不能装在同一个电脑或者服务器上，也就是前面说的2道菜不能用一个锅。碰到这种情况，那就只能留下一个，删除一个，或者再去买一个新的设备了。最后，一个程序在开发者的电脑上可能是能运行的，但是在我的电脑上却有可能打不开，也就是按照同样的菜谱，我却做不出一样的菜。按照前面的思路，这时就需要一个饭盒，直接把整个软件的运行环境都装进去配好，然后提供给用户。用户使用的时候，只需要简单操作一下，把它运行起来，前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就诞生了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2种方式。一种是手机、个人电脑上的安装包，所有环境和依赖都被打包进去，用户无需关注太多，点击安装就能使用。这种方式比较适合手机、个人电脑这种环境比较统一的系统和相对独立简单的软件。但是面对比较复杂的服务器软件或者开发环境，前面的方式就不太合适了。这时就可以使用另外一种方式，虚拟机。既然你已经在电脑上配置好了软件环境，那你直接把操作系统打一个包发给我，我再运行起来不就好了吗？虚拟机就是实现这个方案的一种技术，它可以允许在一个操作系统上通过软件运行另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通过这种技术，你可以把一台电脑变成很多台虚拟电脑，并且可以把虚拟电脑打包发给其他人，让其他人在自己的设备上使用。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解决软件环境问题，毕竟我只需要在虚拟机里把环境搭好，然后分享给其他人使用，我们就能得到2个完全一样的环境。但虚拟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模拟的太好了，把一台电脑完整的操作系统和硬件都模拟了出来。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复杂的环境，可能连一个操作系统1%的功能都用不到，这就造成了资源浪费。就相当于我要吃饭，你直接给我打包了一套房子，但其实我只需要厨房的几个食物和餐具。基于以上的缺点，就有了另一种技术，容器。容器不再是对操作系统的完整模拟，而是利用 Linux 特性实现的一种特殊进程。它可以把普通的进程和操作系统进行隔离，就像是一个箱子，把普通的进程和它需要的资源装进去，从而实现尽量精简的进程打包。如果这种说法比较难理解，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一个精简版的虚拟机。在这精简版的虚拟机里面，只会有软件能用到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要吃饭，我想要吃面，就拿盒子装到面条和筷子；你想吃牛排，就拿盒子装到牛排和刀叉；小明想喝饮料，就拿盒子装到可乐和吸管。但注意，精简版虚拟机的说法只是方便理解，它并不正确，面试的时候可千万不能这么说。那 Docker 是什么呢？ Docker 就是一套生成和管理容器的工具，它可以让我们很方便、很直观的去管理 Linux 上的容器，是目前软件部署、云服务等领域的重要工具，也是我们可以一键运行起来 Linux 上各种复杂软件的偷懒神器。那么 Docker 应该怎么用呢？下面的内容我会尽量给你讲清楚 Docker 的最基础的用法。首先是 Docker 的安装，我们打开 Docker 的官网，点击右上角的 Docs， 在左侧菜单找到 Docker Desktop Install， 就能看到各种系统的下载地址和安装方式了。其中 Mac 的安装我认为最简单，打开安装包后拖动到 Applications 即可。Linux 上安装的方式比较多，你可以按照官方教程，也可以使用 yum 等包管理器。
还可以下载2进制包后直接解压运行。由于 Docker 的底层是基于 Linux 的，所以在 Windows 上有2种实现方式 Hyper-V 和 WSL。在使用之前，我们要打开相关功能，在 Windows 搜索启用或关闭 Windows 功能。方案1是打开 Hyper-V， 双击 Docker 的安装包打开，在引导界面不要勾选 Use WSL2， 然后安装。方案2是打开虚拟机平台和适用于 Linux 的 Windows 子系统，并安装 WSL2。双击 Docker 的安装包，在引导界面勾上 Use WSL2， 然后安装。安装完成后，虽然在 Windows 上有图形界面，但我并不建议使用，所以下面的内容全部基于命令行。打开命令行，执行 Docker PS， 能看到以下输出，就说明已经安装成功并打开了。如果看到 Cannot Connect， 说明 Docker 没有打开，你需要把它运行起来。理论上，现在我们就可以使用 Docker 了，但不幸的是，因为 Docker Hub 我们没法访问，需要配置加速镜像。Mac 和 Windows 系统需要打开 Docker 设置中的 Docker Engine，Linux 系统需要打开 etc docker daemon.json 文件。如果原来的文件是空的，就先输入一对英文大括号，并把以下内容粘贴到括号中。如果已经有了内容，就在最外层的大括号里输入以下内容，然后重启 Docker，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如果你不是开发者，最常用的功能应该就是运行其他人分享的 Docker 镜像。一般情况下，分享的人会把所有内容都打包好，并提供运行命令。拿我之前讲过的 MaxKB 做例子，官方就提供了使用 Docker 快速运行的命令，把命令复制下来，粘贴到命令行。等 Docker 自动下载镜像，自动运行，我们就跑起来了一个相关的容器，然后你就可以使用对应的服务了。如果你只是想运行别人分享的某个项目，掌握这条命令就已经掌握了一半的技能。那么这条命令做了什么呢？非常简单，它首先指定了一个叫 onepanel-maxkb 的镜像，并使用 run 命令基于这个镜像创建了一个容器进程，把它运行起来。既然能运行容器，就代表我们可以停止和管理容器。我们执行命令 docker ps 就能看到目前在跑的所有容器，它会列出了容器的 ID、容器的状态、容器的名字。执行命令 docker stop 加上容器的 ID 或者名字，就能把正在运行的容器停止。这时候再执行 docker ps， 就会发现刚刚的容器已经没了。那么如何找到它并再次运行呢？我们需要执行 docker ps-a， 这条命令会列出来你设备上的所有容器。使用命令 docker start 加上容器的 ID 或者名字，就能把已经停止的容器再次跑起来。不想要的容器也可以删除，只需要先把容器停止，再执行命令 docker rm 加上容器的 ID 或者名字即可。如果你只是想运行别人分享的某个项目，掌握上面的内容，你就已经学会 80% 的技能了。要是你想要了解更多，可以继续往下看。在上面的内容里，我频繁提到了2个词，镜像和容器，这是 Docker 中非常重要的2个基础概念。那么它们是什么呢？镜像是一个包含了各种环境或者服务的模板，它只是一个文件，在它里面记录了需要运行某个软件所需要的所有内容。镜像一般不能直接访问，且不能修改。还是用做菜来举例子，镜像就像是一个自带食材的菜谱，菜谱里已经记录好了所需要的菜和做菜的步骤，并且准备好了相关的食材，但是这个菜谱已经被写死，并且是不能吃的。而容器就是基于镜像运行起来的一个进程，就像是我们电脑里运行起来的一个软件，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容器里面提供的服务。容器是可以访问的，并且能修改，它就相当于根据菜谱做出来的菜，我们可以吃，并且能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去添加其他食材或者佐料。一个菜谱可以做出来很多道菜，一个镜像也能运行出来很多容器。容器最基础的创建、启动、停止、删除，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下边再来简单讲一下镜像的基础管理。首先是如何创建或者获取一个镜像，最基础的有4种方式。一是直接从远程仓库获取别人分享的镜像，一般来说，镜像都被存在了一个叫 Docker Hub 的网站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网盘。我们使用 Docker Pool 加上镜像的作者一个斜杠，再加上镜像在仓库中的名字，就可以把镜像下载到本地。下载完成后，使用 Docker Run 加上一些参数以及镜像的名字，就可以从镜像中启动一个容器。或者直接使用 Docker Run 命令加上参数、镜像作者、斜杠、镜像名字，也可以把镜像下载到本地，并从中运行出一个容器。2是有可能别人用镜像导出了一个 TAR 文件，然后分享给你，这种情况下需要用 Docker Load 加上文件名把它导入到 Docker 里面。3是使用 Docker File 来生成一个镜像。 Docker File 是一个文本文件，它里面记录的是创建一个镜像的流程。Docker File 也是 Docker 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但由于需要对 Docker 有至少入门级的理解以及 Linux 基础，所以我们不在这里多讲。4是把容器保存成一个镜像，先把容器停止运行，然后执行命令 Docker Commit 加上容器 ID 以及你想要的镜像名字，就可以把容器保存成镜像。通过上面的操作，我们可以在本地创建很多镜像。那么如何查看已有镜像呢？很简单，只需要在命令行执行命令 Docker Image ls 就能看到本地的所有镜像了。
不想要的镜像可以使用 Docker RMI 加上镜像的名字或者 ID 把它删除掉。以上就是镜像的基础管理了。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如何修改已经在运行容器中的内容。最简单的方式之一就是使用命令 docker exec-it 容器名字或 ID bash。这条命令会创建一个可交互的终端，并启动 bash shell， 它可以让我们进入到容器内部，然后使用 Linux 命令进行操作和修改。到这里你就已经掌握了 Docker 最基础的功能，在碰到视频中让使用 Docker 就不会那么陌生了。但上面的内容可能只占 Docker 知识的1%，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可以自行去搜索教程。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寻力99，我们下期再见吧。